在末后的时代，一个古老的预言正在展开，它讲述了一场注定要发生的改革工作，其核心就是要恢复那几乎被人遗忘的神圣真理。那么，为了把这个宏大的叙事梳理清楚，我们接下来会分成5个部分来深入探讨。我们会先从预言本身开始，然后去了解律法中那个所谓的破口究竟是什么。接着，我们会一起追溯那个创造的永恒记号。再来，我们会解读末后的最后警告。最后，我们来看看那些被称为忠心守望者的人，他们领受了什么样的呼召。好，我们马上开始。那么，这场改革运动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明白，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想法，而是一个回想在历史长河中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先知的神圣预言。早在几千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呼吁人们要守公平，行公义。你注意，他把这种公义和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非常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你看，在这个预言里，遵守安息日，它绝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而是被看作末后时代公义和救赎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且这个预言的格局其实远远超出了古代的以色列，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也就是说，当福音传遍万民的时候，这个遵守圣约的呼召将会扩展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最终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聚集。以赛亚书里的另一话可以说是把这个全球性的呼召讲得更明白了。当经文说，在这被招聚的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这个呼召的包容性。也就是说，安息日的福分还有和它相关的圣约，并不是只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为所有愿意归向神的人所预备的。现在我们来聊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律法的印记。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在10条诫命里面，关于安息日的第4条诫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它还清楚地指出了立法者的身份，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并且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所以它就像是创造主的签名，或者说是一个官方的印章。但是根据历史的记述，当安息日后来被人为的诠释更改之后，这个独特的印记就被认为是从律法中被挪走了。正是因为安息日被更改了，这就引出了这场改革冲突的核心。在神圣的律法中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破口的地方，而预言早就指出将会有一群特定的人蒙召，他们的使命就是来修补这个破口。以赛亚书第58章就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群人的使命，他们被称为补破口的，还有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里的破口就被直接理解为因为安息日的更改而在神的律法上造成的裂痕。所以这项改革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重建被遗忘的真理根基，恢复安息日它本来的地位。而且这个呼吁的语气可以说是10万火急。以赛亚书58章一开头就发出了一个神圣的命令，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圣经以赛亚书58章1，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个警告它不是指向不幸的世人，而是要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也就是那些自称是神的子民，却在无意或者是有意之中违背他诫命的人。好，要理解这个破口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就必须把时钟拨回到很久很久以前，看看安息日的历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制度，而是在世界奠基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要追溯安息日的源头，我们必须回到万物被创造的那个时刻。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在创造周的第7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经文说，他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定为圣日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它从其他日子中分别出来，赋予它一个神圣的用途，作为神创造大能的一个永恒的纪念。所以你看，就像这张时间线展示的，安息日的遵守就好像一条从未中断过的链条，从创世之初到列祖时期，再到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被正式宣告律法，甚至在后来那段被称为黑暗时代，普遍被盗和逼迫的时期，仍然有忠心的信徒在秘密地持守着它。最后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它永恒的特性又一次被见证人所复兴。讲到这里，我们就需要把这条历史的线索和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那个关乎末后的非常紧急的预言信息连接起来了。在启示录第14章，我们看到了这场改革运动在末世预言中的高潮，这里向全世界发出了最后的警告。那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第一，呼召所有的人要回归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主。圣经启示录14:7，你看，这直接就呼应了安息日诫命的语言。第二，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神在末后子民的决定性特征，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真理呢？你看，这里其实展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根基，一边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他永恒诫命之上的真理，而另一边呢，则是建立在人的遗传、传统还有普遍舆论之上的反对声音。所以这场冲突的本质就是神的权威和人的传统之间的对立。其实啊，对于真理的反对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就像约翰福音所揭示的，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句话可以说是点明了问题的核心。神的真理就像一道光，它会照亮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罪，并且要求我们做出改变。而这种改变往往是很多人不愿意付出的代价。好，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谈一谈那些接受了这个真理的人，他们肩上到底扛着什么样的责任？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严肃的问题。当面对普遍的反对和误解的时候，那些认识到这个真理的人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圣经在以西结书里给出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答案。神亲自委任他的子民说，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那守望者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站在高处观察危险，并且发出警告。这个角色要求他们必须忠实地传递从神而来的信息，不管人们是欢迎还是拒绝。当然了，要承担这样一份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必须承认、接受并且去传递真理，最大的障碍往往是它带来的不方便和羞辱。你看遍历史就会发现，那些传递不受欢迎真理的信使们常常被误解，被诽谤成麻烦制造者，他们的动机也总是会受到各种无端的攻击。那么面对这一切，这些信使的力量又从何而来呢？以赛亚书给了我们最终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超越性的呼召，他呼吁神的子民不要害怕人的辱骂和毁谤，而是要把目光投向永恒。因为人的反对终将会过去，但是神的公义和他的救恩将会永远长存。